Hello，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杰克威胁。书接上回，神秘的病毒从异世界来袭，人类为了苟活，执行了形态计划，将人类的灵魂从身体里取出，培养替代的肉身——人工生命。待病毒完全消失，再将灵魂重归人工生命当中。而在漫长的等待期间地球维持着人工生命系统的运作。即是众多的双子星号人造人负责管理各自偏去的人工生命，将病毒送往异世界，不断再生人工生命，保证形态计划的顺利推进。但计划终究是迎来了变数，一方面人工生命逐渐觉醒了自我意识，管理起来就不像养牲畜那么方便，于是双子开始用谎言来隐瞒一些不能让人工生命们知道的真相。比如人工生命的诞生就是由双子在隐秘的产房生产，再送到村子里融入日常生活的。另一方面呢，人类尼尔与政府的1000年之约已经过期，形态优娜苏醒，但依然没有治疗其病症的方法，世界呢也处在混沌的时期。人类尼尔，也就是形态体尼尔，已经等不及想要拯救妹妹了，精神状态也不再稳定。根据形态计划回响录的双子报告书15-2显示，形态尼尔虽然可以给其他形态体提供魔素以保持稳定，但精神状态异常后魔素也会变质，也就是说即便有尼尔提供魔素，形态体也不能100%保持稳定，这意味着崩坏体的数量日趋增多。对于人工生命的生活圈子来说，就是野外的魔物越来越多了。不仅如此当形态体的灵魂崩坏，所对应的人工生命会患上身体布满黑色文字的疾病黑文病。所以人类尼尔精神崩溃之后，对人工生命们来说是既有内忧，也就是黑文病的增多，又有外患，也就是魔物的横行。负责人工生命尼尔村子的双子迪瓦拉波波拉就更头疼了。这片土地不仅水和土壤资源稀少，还要重点掌控人工生命尼尔的行踪，并且人工生命优娜还体弱多病。尼尔为了优娜的药物，也为了两人的生计，需要没日没夜地奔波在外。根据设定集小说《红与黑》的描述，尼尔在这期间为了挣钱出卖了自己的身体，供海岸镇的富人享乐。也正是自此之后，少年尼尔扎起了小辫子，因为每当头发扫到后背，他就会想起不愉快的回忆。双子迪瓦拉波波拉看到这个情况于心不忍给尼尔提供了武器以及讨伐魔物的委托。虽然活儿危险了一点，至少菊花不遭罪后来尼尔在一次魔物讨伐的任务中，亲手手刃了那位海岸镇的妇人。在波波拉的报告书中，将此次的事件记录为红与黑事件，并且记录了事件之后人工生命尼尔产生的改变，他的战斗力不断增强。报告书中，波波拉也对未来的发展表达了担忧，因为大规模的异常往往都来自很小的改变。然后时间来到尼尔人工生命游戏的正片，公元3465年，尼尔村子中的波波拉学富五车，担任着村子里图书馆的管理员一职。某天优娜跑来询问传说中可以实现任何愿望的花朵月之泪的所在。波波拉没有多想，告诉了优娜石之神殿附近可能有月之泪存在。没成想傻孩子自己跑去找花，因为优娜看哥哥尼尔日夜为其奔波，于心不忍想要借花的力量治好自己的身体。尼尔回家后发现妹妹不在通过波波拉得知了优娜的去向，赶紧前往石之神殿。尼尔村子迪瓦拉擅长音律，一手曼陀林弹的是绘声绘色，所以他经常在酒馆和喷泉边进行一个弹的唱。那天尼尔去神殿找优娜，回村后身边还多了一本人脸为封面的白书。迪瓦拉一眼就看出来，这不正是计划中的白之书吗？与尼尔的对话过程中，迪瓦拉差点说漏嘴。よ、無事だったのか。東門から出たと聞いて心配。なんだその本は。尼尔疑惑道：“迪瓦拉居然认识小白。”迪瓦拉见状只好搪塞，说自己唱的歌里正好有这样的传说，有道是当黑之书为世界带来灾厄，白之书便会降临，以封印的语言降服黑之书，化解所有的灾难。这不说倒好说了尼尔难免多想。迪瓦拉就让尼尔去找波波拉，他见得多学识广，没准知道怎么糊弄不是知道怎么跟你解释解释。
这一段传说呢，波波拉确实懂得多啊，引经据典，用古书中的说法给尼尔和白蜘蛛解释了一番。波波拉希望借此呢打消尼尔的好奇心，没想到的是，尼尔和白蜘蛛一合计啊，觉得猎杀魔物找到封印的语言，就能找到黑纹病的治疗方法，尤娜呢也就有救了。尼尔的干劲更强烈了。这里有几点值得补充一下，一是白蜘蛛原本应当是认识人工生命系统的管理者，也就是迪瓦拉波波拉的，但是尼尔强行解除白蜘蛛的封印，导致白蜘蛛失去了记忆。不过根据双子的报告书啊，他们觉得失忆未必是坏事，后续他们可以控制尼尔和白书往自己想要的方向行动。另外，就像上期视频提到的，黑白书相结合其实有2道枷锁，一是解除白蜘蛛封印的语言，另外才是黑白2术的融合。游戏流程中相当于跳过了第1道枷锁，如果不想再让人工生命肆意发展下去，只需要执行黑白书融合的步骤，就可以让所有形态体强行回归人工生命，也就是形态计划的最后一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对应的形态体崩坏，那么它将永远无法回归人工生命，因为人工生命不会接受已经崩坏的灵魂。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双子与尼尔兄妹的关系其实是非常亲密的。报告书中显示，迪瓦拉经常会陪伴尤娜一起玩耍，而波波拉则教会了尤娜如何烹饪。也正是有着这一层亲密的感情联系，导致双子在之后的一些决策上突出一个于心不忍。之后的故事呢，大家都在游戏里体验过了。尼尔在前往牙之村的路上遇见了荒野求生的人工生命开宁以及体内的杜兰。为了升级武器，去了趟旧世界人类的工厂机械山。为了给尤娜整点药鱼，去了伤心地海岸镇。听说国王也得了黑纹病，前往沙漠的面具国套点信息。听说妹妹有了小男友，在老旧的洋馆，也就是国立兵器研究所的伪装设施，遇见了失忆的蒙眼少年艾米尔。调查神奇的噩梦事件，前往神话之森与古树灵魂对接。这里神话之森的古树呢，名叫睡美人，它是非常特殊的存在啊，不仅仅是一棵植物，而是储存人类文明所有资料的管理系统。在数千年甚至数万年之后呢，外星人的网络势力、人类遗留的人造人势力，都将汲取古树睡美人中人类所留下来宝贵遗产中的精华和养分。当然，这都是后话了。随着尼尔在各处冒险，他的实力提升非常的迅速啊！双子迪瓦拉波波拉不得不对他有所忌惮。某一天，巨大的魔物杰克突然来袭，尼尔村子瞬间化成残垣断壁。尼尔、艾米尔、开宁等人奋力抵抗，借由艾米尔的石化能力，最终将杰克的头封在了图书馆的地下室。不过这场袭击只是人类尼尔，也就是形态体尼尔的调虎离山之计。人类尼尔真正的目的是人工生命尤娜的躯壳，他来掳走人工生命尤娜，希望提前将形态尤娜与之相结合。这里其实黑白之书已经打了照面，黑之书还差点就唤醒了白之书的记忆，但实在抵不过游戏主角团的一顿嘴炮轰炸，白之书还是站在了人工生命尼尔这边，拒绝了与黑之书的结合。那从游戏的主角视角看呢，魔王尼尔不仅袭击了村子，搞得开宁为了封印杰克牺牲自己石化在门上，最心爱的妹妹呢还被抢走了。魔王尼尔实在是罪不可恕。而人类尼尔的此番举动对双子迪瓦拉波波拉来说同样是意外之举。为了避免形态计划出现意外，他们决定寻找人类尼尔的踪迹，亲自去阻止魔王的失控。也就是说，魔王的真正所在他们也不清楚。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5年的时间过去了。5年间，魔王尼尔精神状态是越来越差，魔物和黑纹病日趋增多，人工生命尼尔已经实力大增，并且长成了青年的模样。事已至此呢，情况已经完全超乎了迪瓦拉和波波拉的预料。因为对人工生命系统的管理其实是讲究一个世代循环的，要保证每一个人工生命都维持在特定的年龄段。时间到了，或者人工生命觉醒了自我意识，那就要被嘎掉，然后在产房读取对应形态体的记忆之后重生。但面对日益强大的魔物入侵以及黑纹病的泛滥，双子其实放纵了这个时代人工生命尼尔的成长。当然了，或许多少也有一点于心不忍的因素在里面。
5年后，艾米尔与姐姐哈尔雅结合，得到了控制石化的力量，回到图书馆为开宁解除了石化。成长后的尼尔也顺利收拾了杰克的头。双子这边则查明了人类尼尔的所在。所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魔王尼尔的所在正是他们所管辖的石之神殿。原本双子打算亲自前往，但魔王尼尔坏得很，在入口处安排了格雷特看门。以双子的实力呢，打不过格雷特，于是他们将情报共享给了人工生命尼尔，希望他们去撬开石之神殿的这扇门。尼尔的实力确实不俗，格雷特被打败了，但是想要开启石之神殿，还需要收集几块石板。于是尼尔在机械山击败了 P33， 但 P33 没有狗带他在2代里还要扮演散播意识之火的普罗米修斯，在神话之森再与睡美人神交，在面具国参加血色婚礼，发现牙齿村人鬼共存的秘密，然后艾米尔一个没控制住，给人村子炸完了。总之的总之凑齐了进神殿的钥匙。这一段时间双子在干啥呢？除了给尼尔安排各种危险的活还在跟行商的雅克尔，也就是艾可那边获取情报，并且提前准备了镇压魔王尼尔的杀手锏，那就是漂流到海岸镇的巨大魔物人鱼公主路易斯。但好巧不巧嘛，尼尔在冒险的途中顺便给人路易斯嘎了。所以摆在双子面前的选择就不多了。既然打不过人工生命尼尔，也打不过魔王尼尔，那只能相信1000年之前人类的科技水平，执行形态计划的最终步骤，让黑白之书融合，能有多少形态体回归人工生命就有多少吧，至少比计划完全失败来得好。于是乎，双子让人工生命尼尔一行带着开锁的石板前往了魔王尼尔的所在，也就是石之神殿，而他们同时启动了融合程序。只要黑白之书碰面，那就能产生能量，让形态体回归。不过话虽然是这么说但迪瓦拉波波拉对人工生命尼尔还是有感情的，于心不忍关掉了融合程序，在石之神殿里半路拦住了尼尔，说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要不要咱再等下一个世代看一看。人工生命尼尔也有话说我这都使到临头了，你让我再把裤子提起来。一个没说好呢，双方刀剑相向，迪瓦拉先行告退，波波拉与艾米尔一同爆炸。不过这里呢，艾米尔并没有死，因为与哈尔雅结合之后艾米尔的身体非常的坚硬，相当于用一个自爆给人波波拉给炸死了。后来呢，真假尼尔终于相见，5年间尤娜的形态都没能与人工生命结合，形态体尤娜也说了，我累了别人的身体我也不想要了，于是走到阳光下，灵魂尤娜也就是形态体消散了。魔王尼尔心态崩了，要跟人工生命尼尔杀个你死我活。白之书牺牲自己的存在，控制住了魔王，人工生命尼尔战胜了魔王，看似守得云开见明月，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妹妹人工生命尤娜，实则亲手断送了所有人类的未来。崩坏与黑纹病，也就是死亡的命运，将会降临在所有的形态体和人工生命身上。形态计划呢，也就此彻底无法执行。计划失败的原因被归咎在负责管理尼尔村子的双子型号人造人迪瓦拉波波拉的身上。自此之后，其他同型号的人造人都将自责和愧疚的情感写入了程式，也就是说，其他生存下来的迪瓦拉波波拉都将为形态计划的过失赎罪。另外，整个地球上除了工厂自动化生产出的人造人之外，还有最强的人造兵器艾米尔，蛰伏于机械山废墟的 P33， 以及无处不在的雅克尔，他们都将出现在后续的故事当中。那么今天的视频长度也差不多了，有关游戏的 CDE 结局以及到2代游戏自动人形之间的故事，我们在尼尔编年史的第4期再继续讲述吧。还是那句话编年史梳理不易，还望同学们多多3连了。那么我是杰奎杰，愿人类荣光永存，我们下次视频再见了。